歉意道：“是我唐突了，先生勿怪。这魏奎先生疑似阴阳圣地的人，而且地位好似并不低，绝对不能招惹，不然恐会为他赵家带来灾祸。”奎先生没有在意，轻轻地摇着羽扇，淡漠的目光越过了眼前一群蝼蚁般的散修，望向了恢宏的王城。他清楚江玄就在其中，若非王城中存在禁令，有强大阵法限制，他现在已经出手将其就地格杀了，而不是这般费尽心思以稷下学宫为诱饵，引诱对方出来了。根据圣地传回的密令，江玄已经走出了江家，圣主便差使他出手除掉江玄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个江玄确实有点本事，竟身怀高深的隐秘之法，他居然都无法推演出对方的踪迹。最后还是圣主出手，以大神通报，学宫定位到了江玄的位置，这才有了现在的一幕，以稷下学宫遗址为营，借赵家人之手镇杀江玄。只不过江乾坤又为何会出现在王城，他对此有些费解。但江乾坤如今在阴阳圣地是绝密，估摸着也和圣主的谋划有关，旋即不再去理会，只要弄死江玄即可。第46章，只剩一人，机缘归我。第3道神符，那稷下学宫的核心传承就是他们赵家的了。他愤怒于孙子的死，但也是赵家长老，当以赵家利益为先。况且生擒江玄之后，江乾坤一样会死在他手，无非让江乾坤跟多活一回罢了。这一点点时间他等得起。而这时江玄动了，手中赤心剑斩出一道千丈剑气，横天下。于稷下学宫和境外修士之间分割出了一道足足深邃的沟壑。江玄一步跨出，立于夫子之前，背对夫子，面向一众修士，轻轻地擦拭了一下手中的赤心剑，语气平淡，却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。奉劝等离开此地一炷香之后，方圆10里内有一个，我杀一个。今天稷下学宫的传承，他取定了，遍地皆敌。江轩自然不可能让这些人留在这等机缘，他欲斩断机缘，截胡自用。第47章，独占传承，不服者杀。静，一种诡异的安静。今晚修士本来盯着夫子的目光，全都会聚到了江玄身上，带着惊疑、不忿、愤怒，乃至杀意。你他妈当你是谁啊？想独占传承？疯了吧！江乾坤，你不要太狂妄！一位剑修走了出来，双目如火，轴身激荡着如日耀一般爆裂的剑道气息。纯阳剑宫天骄张长风，身负剑体，修为赫然已经达到了化灵级。他在纯阳剑宫中也是排得进前列的剑道天骄，本来甚至有机会冲击剑宫剑子之位，但因修为陷入屏障，桎梏于华灵境2年有余，难以突破的玄境。此次入世前来此地，就是想借助稷下学宫的传承，再次冲击的玄境。近万修士在场，明明都在没守规矩，等待夫子诵念完儒道经典，挑选有余。怎么到你江乾坤就非得装逼打破这个规矩，妄图清场，一人独占传承，哪来的自信？就凭你是江家少尊之一，可笑！张长风冷淡地注视着江玄，冷胜于他。张长风声道：“江乾坤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刚上了赵家悬赏名单，3株道药，1部圣级传承，你现在就是一个人人欲得的猎物，居然还有心思争夺传承。”张长风冷笑了一声：“我若是你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我看你现在应该趁此机会抓紧时间逃回族内保全性命，不然在场的近万名修士堆也把你堆死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眼睛皆是一亮。张长风说的有道理啊，稷下学宫的传承固然是有道理，虽然人人平等都有机会，但毕竟只有一份，而江乾坤的悬赏那可是3株道药和1部圣级传承，若是兑换成灵石，起码是1000万元。他们若是能合力诛杀江乾坤，哪怕是喝口汤也能获得不少灵石吧。一时间，众人看向江玄的眼神都变了，像是饿极了的狼看着美味的猎物。江玄呵呵一笑，甚至不屑于回应，身影晃动，已然化作一道残影，杀向了张长风锋锐无双的一剑，凌厉的斩出，加持着不灭雷体的肉身力量。嗡，虚空倒卷，万法屠杀。断霄找死！张长风冷哼了一声，唤出佩剑迎了上去，剑气纷扰，演化炽烈的火焰如大日普照，焚灼一方天地。张长风可是纯阳剑宫的天骄，据说距离剑子也仅仅只有1步之遥，他的战力早已直逼的玄境江乾坤哉，再强也绝对不可能是张长风的对手。有人言之凿凿地道，江乾坤好歹也是江家4尊之一，应该没那么弱吧？有散修天教经恶道，若这个江乾坤真是银枪蜡头，被张长风碾压了，我们不是连汤都喝不到了。近万修士关注着战斗，议论纷纷，无独有偶都希望双方两败俱伤，他们才能从中分一杯羹。毕竟赵家针对江乾坤的悬赏实在太诱人了，显然包括张长风在内的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点，赵家为何会单独悬赏眼前这个江乾坤，也忘了就在下午的时候，江玄2剑斩了赵家的赵括。虽然张长风和赵括的修为都是化灵境巅峰，但赵括可是赵家的绝世天骄，身负道体，一身战力显然只会比张长风更高。又或许并不是他们忽略了，而是在诱人的利益面前，他们选择了自欺欺人。还有一点，江玄所展露出实力，其实可能连1/10都没有。于是乎，没有道理可言，纯粹的碾压。爆裂的火焰在江玄的剑下如土崩瓦狗，瞬间消散一尽，嫣红的鲜血在江玄的赤心剑上绽放。张长风双目凸起，带着深深的惊愕，光彩逐渐显现，突然间退去，坠入了地面。瞬杀，现场再一次陷入了寂静。张长风用死亡的方式惊醒了在场的人，能被赵家以重力单独悬赏，江乾坤怎么可能是一个寻常角色？江玄瞥了一眼乌泱泱的修士们，冷淡一笑，漫不经心地抖去剑身的鲜血，而后又取出了一炷香，随意地搁置在夫子的身侧，打了个响指，火苗飞出，香开始燃烧，计时开始。没有人注意到，随意地坐在稷下学宫前的夫子，语气明显顿了一下，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江玄，随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，继续机械式地诵念儒道经典。沉默，一众修士注视着江玄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他们的目光中明显已经带上了丝丝忐忑、忌惮，但更多的人是火热和跃跃欲试。一个人面对猛兽的时候，可能会畏惧、怯懦，毫不犹豫地逃窜；100个人可能还会害怕，但更会滋生出勇气，想办法抱团抵挡野兽的侵袭。可当1万个人的时候，心里的那份畏惧将无限被压低。
想的更多的一定是这头野兽能带给他们什么收获。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，他们不会放弃，也不可能放弃。无论是稷下学宫的传承，还是从今往后江乾坤这诱人的悬赏，都值得他们拼死一搏。再则言，他们这么人真的拼起来，又凭什么对不死江乾坤？香在此，燃烧，但现场却没有人离开，甚至各大道统的天骄们已经商量起了战术，调动在场所有人的力量，合力镇杀江雪。纯阳剑宫剩下的20位天骄，以一名为狼凤的天骄为首，正在布置纯阳剑宫。爆裂的剑气汹涌而起，层层堆叠，逐渐演化出一颗煌煌大雨，炽热的火焰滚滚铺散，如火海一般焚灼天地。狼风手持宽剑，立于剑阵之中，与大日相合，轴身沐浴火焰，犹若一尊火中君王。纯阳剑阵的暴力能量仍在堆积，火海仍在扩张，如火中君王一般的狼风，周身激荡的气息更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升着。纯阳剑阵，以剑为阵，以人为战，人为源，汇聚于大日，加注于一身。凝火中君王，有散修了解纯阳剑阵的恐怖，不禁呢喃道：集结20位天骄的力量于一身，化身为天骄之人。他身火中君王，其堆叠的实力堪比地玄中期。地玄中期周遭的修士无不惊呼失神，化灵退凡，筑灵身使肉身更加贴合天地，达到可以承载天地之力的程度。地玄境则开始接触大地之力，主动吞纳地脉之气。地势厚重，地玄强者亦是如此。可惜那地脉之气的地玄境几乎不存在灵力耗尽的困扰，立于大地之上，便可源源不断的汲取地脉之气，化为己用。换言之，地玄境和化灵境之间的差距要远远超越入神境和化灵境的差距。世间大多天骄底蕴深厚一点，大多都有机会以入神境逆法化灵，但能在化灵境逆法地玄的人少之又少，往往都是内鬼。最为顶尖的天骄妖孽，显然江乾坤肯定还没有触碰到那个层次。毕竟江家少族长之争的时候，他可是输给了入神境的江玄，在下向天绵薄之力。驻纯阳剑宫各位天骄，镇杀江乾坤。一位化灵8重的散修飞身靠近狼风等人，面对狼风化身的火中君王，躬身一礼，直言不讳地道：在下要求不高，1万块灵石即可。江乾坤的悬赏乃是3株道药和1部圣级传承，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。就算非要用灵石衡量，至少也是1000万以上。1万块灵石真不算多，但若是买一个化灵8重的散修出手一次，其实是有点奢侈了。毕竟散修的命向来廉价。狼风瞥了一眼此人，死寸1、2，微微颔首，可以。他倒不是看重此人实力，一个化灵8重的散修能有什么实力？还不够江乾坤一剑斩的。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对在场的散修释放一个信号，跟着他一起都能喝到汤。1、2个散修不成气候，但1、2千个散修就能汇聚成一股不小的力量。不用他们多做什么，只要在他斩了江乾坤的时候，这些人不会眼红，抢他人头就行。毕竟他化身火中君王，实力堪比地玄虫。中期斩杀一个江乾坤，不过是信手拈来之事。果不其然，狼风的话传出，他的身侧很快便汇聚了足足2300余位散修。噬天殿、血魔教、太仓圣地见状，也随之效仿，许诺散修灵石。很快，近万位修士以各大势力为首，分成了多方阵营。神辉闪烁，道法、术法、剑气等等不一而足的杀法手段，分成天地、杀机、营野，锁定了立于稷下邪鬼的心。学宫门前的江玄，稷下学宫的传承还有大半个时辰，在此之前，先杀江乾坤，赚一笔外快，这是在场所有人的想法。对此，江玄没什么反应，甚至不屑于理会，只是默默地在心里给现场所有人倒计时。除了玄我，还能有谁？而在浩然台中，奎先生和赵四等人看着这一幕，则是一脸的懵逼。江乾坤在干什么？不想活了，来找死！以一己之力，想要将近万修士全部驱逐，独占传承，我自傲。就算他妖孽的资质也有超越当前境界的强大战力，但那特美也不能成为你无限作死的底气吧？赵四看不懂了，他是想将乾坤死，想将江乾坤碎尸万段，为他孙子报仇。可是，一想到自己那明明有机会成就妖孽的资质，猫孽之名的孙子是死在这么一个没脑子的玩意手里，他心里就心如刀绞，难受的一批。亏欠他，李先生现在也是如此，这特么是个局啊！他亲手布置用来伏杀江玄的杀局，你在这凑什么热闹啊？还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模样，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仇恨，生怕江玄看不到你是吧？他现在很想走出去，指着江乾坤脑袋喂牛，一句你在干嘛？你究竟想干嘛？但他不能，他怕这真是圣主交代给江乾坤的任务，他若是阻止了江乾坤，坏了圣主的谋划，那他真就有9个脑袋也不够掉的了。暗自叹了一口气，奎先生虽满心无奈，却也只能为江乾坤打掩护，继续安抚赵四，将对方拖住，不然他真的有点怕赵四等不下去了，会直接冲出去，一掌把江乾坤给拍死。赵长老，不用着急，安心等待江玄到来即可。这个江乾坤非要作死，就让他作死好了。奎先生以一种为赵四着想的语气轻笑道：“妄图以一己之力驱逐所有人，他的下场只有一死，不用赵长老动手，也省得赵长老背上以大欺小的骂名，何乐不为？”心里却暗自祈祷：江乾坤你作死可以，但他们别真的送死了。他心知江乾坤乃是圣主诸多谋划的重要棋子，这么一个关键的人，若是在他的面前死了，圣主那里他恐怕只能提着脑袋去交代，这都是什么事啊？奎先生下意识地握紧了羽扇，眸中闪过一丝烦躁。他只是奉命来弄死江玄，为江乾坤扫除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。这明明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这么简单的小事，怎么突然就演变成了这样？奎先生说的有理，江玄事关稷下学宫的核心传承，这点耐心他还是有的。很快，香燃烧过半，唯一的瓶颈终于被打破了。纯阳剑阵堆积的能量达到了顶峰，化身火中君王的狼风气息也随之来到了地玄6重。现在是时候收割江乾坤的脑袋，赚取赵家悬赏了。轰隆隆，狼风缓缓起身，左右10丈高的火焰身躯伸展开来，迸射出道道星火，洞穿虚空。
自火焰沸腾的胸膛中不急不缓地抽出一柄日曜巨剑，双手握住日曜巨剑，狼风淡漠地看着江玄、江乾坤、受死围绕着纯阳剑宫的2300万人，300余位散修也气息翻涌，冷视江玄。他们或许很难帮上什么忙，但帮忙呐喊助威还是可以做到的。然后美滋滋地获得1万块灵石，何乐不为？可能这就是散修的生存之道。江玄没有理会，而是看着燃烧的香，有些无语。这香怎么燃烧的这么慢？他有点没耐心的。这无视的姿态，看在狼风眼中，分明就是对他的不屑和羞辱。怒从中来，死！狼风低沉怒吼，双手抡剑斩向江玄。强大的日曜巨剑如大日补击，所过之处火海翻涌，焚灼虚空，留下道道带有灼烧痕迹的坑洞。恐怖的热浪更是逼得周边修士连连惊退百丈，满面惊悚。堪比地玄6重的威力，足以横扫千军，碾压全场。江乾坤必死无疑，不少人这般认定道。这时江玄才有所回应，扭头瞥了一眼斩向自己的火中君王，不禁摇头失笑。先天火道灵体催动，加持以至中期的火道之意，屈指凝现一番风雨。小火苗对着火中君王弹了出去，当然仅凭这些肯定是不够的。江玄暗中给小火苗又加持了一点黑洞荡漾产生的特殊波纹。要知道，这玩意可是连神灵能量都能掠夺，对付一个由剑阵凝现的火中君王，那简直就像是大人扛着刀欺负小孩。可这点无人可知，在现场的众人看来，江乾坤就是弹出了一个小火苗，跟闹着玩一样。狼风笑了，堂堂江家少尊，这就放弃抵抗了吗？狼风不吝献上了嘲讽，可下一刻，狼风的脸色陡然一变，日曜巨剑处斩在小火苗上，不仅没有将其斩灭，还仿若斩在了坚硬至极的防御上，无法寸进。小火苗随之疯癫，它的生长纯粹的火道之意，如大道锁链一般，将日曜巨剑捆绑了起来，特殊的波纹随之荡漾，一种无法形容的掠夺之力，如饕餮一般啃食着日曜巨剑。整个流程明明是静谧无声的，却在狼风心神中反馈出咔咔咔的咀嚼声，毛骨悚然。转眼之间，日曜巨剑被吞噬得一乾二净，小火苗又盯上了狼风化身的火中君王。狼风悻悻地吞噬了小火苗，精神狂颤。明明他直面的只是火焰，却诡异的有种被某种旷世凶兽盯上的错觉，仿若他已经是对方眼中美味的食物。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？狼风内心惊恐咆哮。小火苗飞来，纯粹的火道之意将狼风完全覆盖，速度很快，快到狼风都来不及逃窜，快到很多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狼风化身的10丈高的火中君王已经被吞噬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一团纯粹的火焰，一枚小火苗，还有已经成了一具前世的狼风坠落大地。另外19位不知纯阳剑证的天骄也深受反噬，狂喷鲜血，昏死了过去。这一幕看在众人眼中，犹若诡异降临，堪比地玄6重的噩梦。狼风就这么死了，怎么死的？江乾坤究竟做了什么？本战队纯阳剑宫的那些散修现在害怕极了，缩着脑袋，甚至不敢正眼看江玄，而是极为默契的连连后退，欲找准时机遁逃。让你们走，你们不走，现在想走，晚了呀！我不想等了。江玄呵呵一笑，一微笑，一挥手，燃烧了一半的香，瞬间燃烧前进，化为了灰烬。话音未落，江玄已然提着剑，护作一道残影冲了出去。小火花随之蜕变，演化滔天火海，掀起了汹涌的火浪，席卷而出，阻隔噬天殿等势力，防止他们现在出手，扰乱了自己。同时，自江玄体内还飞出了一道太极鱼，太极鱼迅速膨胀，化为太极宫图，于天穹缓慢的旋转，如大雨宣泄，笼罩百丈，形成一方禁锢之地，玄妙朦胧，暗藏杀机。自江乾坤那掠夺而来的太极宫图，江玄只是初步参悟，再加上本身也未曾修习阴阳之道，所以这道圣级传承，他所能发挥出的威力十分有限。但形成一方禁锢之地，困住眼前这些战斗者，对纯阳剑宫的散修绰绰有余。杀戮开始了，江玄游走于一众修士之间，剑光明暗交汇之间，带走一个又一个修士的性命，血流淌不止。2300余位散修，数量很多，但实力能入得了眼的寥寥无几，能对江玄构成威胁的更多，更是没有。所以这只是一场单纯的屠杀，而且很快。片刻之后，太极宫图形成的禁锢之地消散，遮掩不已。江玄提着剑回到了稷下学宫门前夫子的一侧，夫子仍在诵念着儒道经典，而方才的地方早已成了一方血海，沉默、惊恐、畏惧。这是什么？天殿、太仓圣地等势力的天骄以及战队他们的散修，此时内心中的情绪极为统一。众人怔怔地望向江玄，犹若看着一尊恶魔。江玄看着众人，咧嘴一笑：“我将乾坤敬他。没错，我这个脑袋值3铢道要一部圣级传承，很诱人的奖励。只是你们谁敢来取？”沉默，良久的沉默。一众修士。无人应答，也无人感应。江玄剑斩张长风，他们没有畏惧，因为他们人多势众。瞬杀狼风的时候，他们只是惊疑，也没有太多畏惧，因为他们坚信他们人多势众。可当江玄一人屠入了2000多人，血流如河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怕了，胆寒了。这江乾坤就特魔不是人，他是恶魔，杀人如麻将，没人敢取。江玄冷淡一笑，眼前的情况如他所愿。笑容敛去，江玄的语气冷了下来：“那还不滚！”冷声喝出，剑鸣自生，以临近中期的剑意，随之突破。问。万千锋锐的剑气蜂拥而出，横天力犹如肃杀的剑之领域，好似悬在了所有人的脖颈上，随时会落下，消受众人。轰！一轰而散，一众修士被吓破胆了，仓皇的逃窜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他们想要江乾坤的悬赏奖励，也想要尽一切稷下学宫的传承，但他们更想活着。转眼之间，方圆10里，除了血海中横乱一地的尸体，只剩江玄一人。江玄满意的一笑：杀人从来都不是目的，是方法。今天江乾坤这个锅背也得背，不背也得背，顺势。自己还能拿下稷下学宫的传承，他想要的效果，这不就达到了吗？
江玄看向还在诵念儒道经典的夫子，露出了笑容。现在有缘人除了挑选他，还能挑选谁呢？第49章，这流程不对啊！浩然台中，奎先生和赵四彼此互视，皆有些不知所措。他们万万没有料到，竟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幕。江乾坤以一己之力驱散了所有人，独占稷下学宫的传承。这特么的都叫什么事啊？奎先生骂了江乾坤，不会真是为了稷下学宫的传承而来吧？别闹啊！这是伏杀江玄的陷阱啊！你这么一闹，江玄还来个屁啊！你要说你需要，直说不就好了？此件事了，我给你送过去都行，有必要亲自来一趟？还大开杀戒吗？事态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超脱掌控，整得奎先生心神有些憔悴，对伏杀将军的绝对自信无限跌盘。他堂堂半步尊者经，在现在这个虚弱的时代，居神不出的东神州，基本上说可以横着走，奉命处理一个区入神经的小子。明明是手到擒来的事，居然会束手束脚，一再受阻，全是因为眼前这个江乾坤。特别是在稷下学宫动手，也不用考虑江玄的话，甚至不用自己出面，这也是为何他有自信。奎先生隔着浩然台的屏障注视着江玄，眸底满是怨念。若非清楚这家伙是圣主的重要棋子，他现在恨不得亲手拍死这个脑残玩意。赵思现在也有些无措，事态变得太快，一时间把他的思绪也给打乱了。江乾坤必须死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来着？哦，擒杀江玄，用江玄要挟江家交出神符，获取稷下学宫核心传承。可是江玄呢？从头到尾没见到他人啊！长老，现在动手吗？一位主持稷下学宫大阵的赵家弟子忍不住问道。江玄迟迟不来，估计是等不到了。眼下就剩江乾坤一个人了，可不能再让他跑了。江乾坤下午堵在赵家分部门口，剑斩赵括及众多赵家弟子，这莫大的耻辱不能不报。赵四没有直接下令，而是看向奎县。慕寒询问：江玄若是等不到了，那我可就开始了。奎先生沉默，他现在骑虎难下了。动手，江乾坤是他阴阳圣地的真传，更是圣主诸多谋划的重要一环，给他1万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点这个头啊！不动手，江乾坤堵了赵家分部，斩了赵四的亲孙子，极尽羞辱，他能劝得住赵四不动手吗？可就在这时，又出现了意外，明明是投影的夫子，竟突兀地中断了诵念儒道经典，拍了拍屁股，站了起来，看了一眼江玄，呵呵一笑，早这样不就得了？每次我都得诵念一大段柔道经典，累都累死了。这些个孩子一点不知道尊老爱幼，挑选有缘人，身在修行界，哪有传承是靠有缘就能获得的？该争就得争，这么粗浅的道理怎么都不懂呢？夫子看了一下眼红乱了一地的尸体，摇了摇头，没有半点仁慈怜悯，有的只是淡漠。旋即转身进入稷下学宫，同时给江玄丢下了一句：进来吧。江玄一联盟，不是，这剧本不对劲啊！这老头不是投影吗？怎么还有灵慧呢？而且听着老头话里话外的意思，